是未来银行行长胡瓜，我是乡里 Sandra。我们未来银行有很多现金，各位呢用智慧来提款。今天的主题是天才爸妈大对抗。哦，首先先介绍第一组了，夏如之、庞雷欣，欢迎。两位大家好，两位都是妈妈了。哎呦，怎么会凑在一起？怎么会凑在一起啊？我们两个是同一个公司的，所以今天也要带来一个消息，就是我们公司1零璀璨之星第13届，然后我们现在从即日起到7月5号都可以报名哦。然后如果要报名的话呢，就可以上我们的官方网站。然后另外呢，我们分成3大组，有模特儿组、演艺组跟红运少女组。那红运少女组就是现在很夯的什么？啦啦队。哦，没错，我们就是选了之后，他就有机会可以进到特殊的一些啦啦队。而且呢，我们这个呢冠军是有丰富的奖品，我们可以去富国岛+9 5天4夜自由行，还有很多丰富的奖项，还可以当节目的固定班底。是，那报名条件有限制几岁到几岁吗？哦，那个我们的模特儿组跟演艺组的话是14岁到30岁，但是模特儿组毕竟是模特儿嘛，对，所以女生必须要170公分，男生必须要180公分以上才可以。没有一样，我可以，只有血压有到180。对啊，我你年龄又高，我太高。血压180，毕竟模特儿嘛，模特儿。来，我们先不要跳过王洪哲了。王洪哲你好，乡里好。阳明大学医学院脑科研究所。哦，对，而且也也创办了儿童发展的教育中心。对，哇。目前是2个孩子的爸爸，对，2个小孩都是男生，哦，都是男生，哦，当然就是跟着一起玩，一起学，他们学什么我就学什么，对啊，像他们现在很多多才多艺啊，他们学下棋就跟着学下棋，他们打球以前都没有打球，就把它当做再重新过一次童年。来，小可，嗨，小可，三宝妈，看他好难想象3宝妈，他们出去游玩的照片都很开心，一部车骑满5个，多幸福啊！对，去露营搭个帐篷也是5个人都在一起，真的，环境在哪不重要，人对了就对了。真的，我以前其实不是那么喜欢小孩，我真是有了小朋友之后，我觉得可爱，才开始学习怎么当妈妈。而且他们是 homeschool 吗？2年，今年开始进入到学校，但是去年的2年我是带他们自学。他自学，对他当老师在家里面教小孩。在自学中很棒的一点是，我学习怎么样更认识我的小孩，因为我们家3个孩子完全3个不一样的样子。对，笨的样子也不一样，就是3个人笨的地方完全不同，而且我居然没有想到我女儿的数学可以差成这样，讲不会是遗传我，绝对不可能遗传我，就怎么会这样？可是你自己生的，我就觉得有的时候父母亲还是很需要把责任多拉回到自己身上。但再怎么样都是取自己的父母 DNA， 这么健康的 DNA 才好。对，要教啦。以前就是听长辈讲说生很简单，教很难，教真的很难，真的难。来，接下来陈世佳，好，大家好，对，他是这个台东世家大王的这个。不是，怎么啦？那个是吧？又到成绩，智还是是挑啊，对，但是中医很有名，中医，对，现在有1子1女。有2个小孩，儿子17岁，然后女儿15岁，都是青春期叛逆的，好棒。刚他们就问我说，小孩在青春期嘛？我说他老爸快50，还在叛逆啊。对啊，所以小孩怎么敢叛逆？他敢叛逆绑起来针灸啊，针灸，针灸，你跟哪里叛逆？叛逆线是针一下。对，接下来是陈雪茹，你好。是你好，老师你好。雪茹是。我是政大辅导諮商硕士，然后刚刚各位提到的教养小孩百百种，所以我出了一本新书，叫做《隐形孤单》，这本好像5月30日上市。对，它会有35个教养小孩的一些方法，从国小、国中、高中都可以看，因为每个孩子的个性或他的想要的东西不一样，所以重点是我们要怎么跟孩子做沟通。对，介绍超人气新闻主播周瑜如主播，你好。主播好。接下来社会科补教名师陈启峰老师，大家好。老师好。来，马上进行第1回合存款争夺赛。Sandra， 请讲究规则一下。好，我们的银行金库呢有5万元，在这一回合抢答之后轮流作答，每答对1个答案是2000元，那5万元要抢完为止哦。这一题由周瑜如主播来举圈或叉，记住，请抢答3个字，请抢答才能按哦。来 ，Sandra， 请出题。
长大之后会特别的想家。根据网络大数据的调查，长大后最想念妈妈的10大时刻有哪些？请抢人，请抢答。好，来，吃到熟悉的味道。头七的味道。熟悉的味道，食物的味道。吓一跳，对，吓我一跳！你讲什么？你再讲一遍，讲一遍。请吃到熟悉的味道。好熟悉哦，差很多吧？我说头七，头七也有啦，头七也很熟悉。熟悉的味道，对我说。答对了，因为有时候都会觉得妈妈的菜会有妈妈的味道的感觉，妈妈的味道啊，对不对？是。黄宏哲，自己有小孩了以后，或者是在照顾孩子的时候，真的对我说。答对了，来，请加2000。小可好，母亲节。哎呦，最近刚来，因为对啊，你不能举叉，会不会被扁哦？来，请加2000，请加2000。我有一个答案，最后再来讲，你们一定没想到。来，试下。没钱的时候。哦，没钱的时候。很实际耶，就像以前小珍在瑞士念书，没事会打给我说，怎么了？缺钱吗？我想你。对，他会说我想你，你就开始害怕了。对，缺更多。怎么了？怎么了？我很想你啊，宝宝。缺多少？缺5000。5000美金的，缺5000万。没钱的时候，对我说。没错。耶！恭喜加2000。哎。生小孩的时候，我生小孩的时候很想我妈妈。妈妈不在身边吗？那时候疫情啊，不能够进入医院，对，很孤单。生小孩没有啊？生小孩都没有，这没有挤进前10名，而且这有点跟就是有了下一代的感觉有点像。自己有小孩，了解了解。跟老公吵架、男朋友分手，或是要闹离婚的时候，你把通通讲。全部，你可不可以留一个不好啦？一个你选男朋友或老公，感情受挫，赶尽杀绝，来对我错，答对了，院长，来请加2000。洪哲，在外地求学的时候，啊，外地求学自己一个人，比如说英国、瑞士，对呀，来对我错，没错，来请加2000。小可，哇塞，生病，一个人在外生病的时候，对，就是想要有人照顾，对，答对了，请加2000。志佳，我觉得工作不顺利的时候，来工作不顺利的时候对我说，也有，来请加2000。没有了吧？还有吗？都是很不好的事情，还会想到妈妈，就不顺利的时候都找妈妈，妈，我 Q 啊，对喏。然后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但是就是有一些就地重游，就是跟妈妈就家人一起去过的地方的时候，来到这里就想到我曾经跟妈妈一起来过。哦，什么？就是妈妈不在身边的时候，对你跟不同的人去，对啊，有时候这里就妈妈跟着一起来过。可是你表情好像往天上看，我没有，人家好的很，中游就地这个。我们要问专家哦。啊，我知道，对，也没有挤进前10。没有，来，洪昭，觉得是吃到好吃的东西的时候，一开始有第一个。那另外的话，应该是被欺负的时候会不会有？这跟刚刚的遇到挫折有点类似。好，遇到挫折，小可，哇塞，功成名就的时候啊，成功的时候，对，失败我成功啊，对，想要跟妈妈分享，你们成功，对，你们或是得金钟奖、金马奖、金曲奖，站在上面就我要感谢我的父母，而且说妈我在这，对，妈我上电视了，对，我会说爸爸我上电视，为什么都会这样？对我说，也没有，这个也没有啊，没有抓走的时候。那还有2个到底是什么？志佳，到底是什么？我觉得以男生来讲，应该是当兵的时候。哦，当兵会想女朋友吧？那也要有女朋友是担心，对啊，妈妈有时候寄东西给你啊，不你寄来我收掉啊，对不对？长辈当然哎，对我错。也没有，这个已经包罗在前面了吧，对不对？对，已经包含重叠的了。都没有，是什么时候？是没关系啊，没关系，先不急，先不急。那像我会想吗？有时候赌博输钱了。那也是挫折吧？不是，对不起妈，就妈妈叫我们，就是带这股歉意啦。
给他拍楼，嘿，拍楼会等来修丢妈妈，或者你被关的时候没有？也没有，也没有啊。那你告诉我有哪些？你先告诉我。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你开始买菜下厨，就觉得哇，妈妈好辛苦，原来准备一桌菜要花好多时间。买菜下厨的时候会想到妈妈，或者是有时候，哎，你过得蛮好的，去住高级的住宿啊，或吃到好吃的东西，也会想要跟妈妈分享。对，好，你们只抢了16000，哎，对啊，还有34000进行下一轮的陈启蒙老师来回答圈或叉，请出题。亲子旅游带孩子走访名胜古迹，其中国定古迹对国家来说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请说出台湾的国定古迹有哪些？清场了。好，小可。安平古堡，台南安平古堡。安平古堡对或错？答对了。有的。请加2000。安平古堡是葡萄牙人还是西班牙人？荷兰人，嘿，都不对。我问就没事了吗？这个老师哪能带小孩？他竟然说都不对，他都不会安慰小孩。你是孤单的，你是孤单一点点。我只是在问他说，快要对了，对啊，他很嘲讽我，他嘲讽我，哎，都不对，你伤到我了，团长受伤了，各位。我不要看你说，我不要看你。不可以走心，不能走心，不能走心，强壮一点，对。因为台湾被太多人，荷兰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都有。对。哎，刚谁讲的？好可。有加2000吗？有。好，来，接下来这是加红毛城。红毛城对或错？答对了。也有的。请加2000。东门、北门之类的门。你不是把它讲北门之类的门。答东门还是东门？东门。东门对或错？答对了。也有。请加2000。这些门呢，其实都算是台北城的遗迹啦。所以我们有什么东门、北门、南门、小南门啊，唯独没有西门，是因为在日治时代的时候就把西门拆掉了。那也因为拆的时候引发民怨，所以后来日本总督府从善如流，就跟大家讲，我们不拆了，就之后就只有拆的西门，而其他门都保留下来。夏如子。蒙甲龙山寺。答对了。有的。请加2000。那你知道龙山寺里面供奉什么主神？那个观世音菩萨啊。讲的是对的，但是其实是一开始的时候是那个大陆那边的移民带着一个香火带过来，挂在树上，然后在晚上的时候发现它发光了，所以后来呢才会决定把它供奉起来，来加以祭拜。嘿，洪哲。孔庙。来对我说。台南孔庙。答对了。哦，还有因为台北有一彰个化的孔庙。台北孔庙祭祀啊，815这个是。那不算古迹吗？列为国定古迹的，在台湾就只有2座孔庙。那他刚才都讲了。OK 好。对。一个是也赶尽杀绝了。对，一个是台南的孔庙，一个就是彰化的孔庙。那彰化孔庙是它的规模仅次于台南孔庙，是因为它里头有5个皇帝的那个御赐的匾额，对，所以很难得。是非常难得。来，小哥。澎湖的天后宫。答对了。有的。请加2000。台湾古迹很多，是这样。那庙的话，大龙洞保安宫。大龙洞保安宫对或错？应该是。答对了。请加2000。该你了。他现在不太敢讲话。你讲。请说。大稻埕是吗？那是什么庙？行长太明显了吧？你就说。他不知道哦，那没办法，他已经讲出一半了。他讲出大稻埕，但是没有只去大稻埕逛街，没有去庙里。你都被人捡答案了。对，看有没有人别人捡答案了啦。来，夏如是。鹅銮鼻灯塔。好。鹅銮鼻灯塔对或错？答对了。也是。请加2000。洪哲。我觉得台北的行政院是不是？台北行政院对，因为常经过，然后就看起来古色古香的是吗？好像有记得。这个答案很不容易，但是答对了。
那你隔壁的更像，更是啊，真的是。好，我们先不讲了，先让他加2千。那个行政院其实是在日治时代的时候，就是他们的政府办公大楼，后来一度成为台湾长官公署的办公处，那所以它列为古迹。是厉害了。那旁边也是啦，是，如果他不知道的话，各个姚哥，总统府，总统府，国定古迹对，我说答对了，也是的，加2千。总统府的前身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台湾总督府，哎，对，所以它的外观就是日治时代的建筑，那就是日本统治台湾最高长官的住所，对，当时对，志佳，鹿港那个庙很老啊，鹿港，台北不是我的家，鹿港龙山寺，鹿港龙山寺，鹿港龙山寺对我说，答对了，也有，请加2千，也破万喽，哦，很厉害了，下路是台南赤坎楼，恰康楼，对我说，答对了，来，请加2千，念不完呢，真的，还有5个机会要快，红者。国父纪念馆是不是？国父纪念馆，对或错？答错了，不是，它是60年盖，现在才50几、50-60年啊。对，它不算到古迹，对，才60年。我每天在那边散步看，60年。对呀，散步。那有个地方叫万载京城吗？万载京城，义载吧，义载的京城，可能比万大门对，义载京城。但是我不晓得会不会重复到了。义载京城，因为那也是在那要看老师怎么给了。义载京城对或错？答对了，它也是在台南嘛。对，那它正确的名称叫做2坤生炮台，是因为那个沈葆桢奉命来台的时候所建的。是的，来加2千，陈思佳。台南车站吧，答对了，也有哦，台南很多哎。其实在刘铭传时代，它是建了从那个基隆到新竹，然后新竹以下到高雄，都是在日治时代的时候完成，所以我们的西部纵贯铁路是在日治时代的时候通车的，才有办法把台湾的神木那些搬回去日本。陈思佳，还有3个名额。还有卢志，雷欣跟卢芝，有这么多？这么多吗？很多，随便讲一个，龙山国小算吗？龙山国小对不对？答错喽。对，剩小可，真不知道。北门、小南门。那个各个门都不行，台北城市的门都不行。从东门一讲之后，什么门都不能，都不行了，都不能，连肛门都不行。来，请打岔。谁的肛门会是国定古迹？你告诉我。我讲的是中钢公司的大门，简称叫肛门。你们想到哪里去啊？你们这些污秽的想法。我马上带你去大肛门走一走。中钢公司的门叫中钢肛门，中钢肛门，没错啊，它也这么多年，是不是古迹也不知道啊？对不对？监察院是不是？我刚刚就想说奇里旁边，那个监察院比那个什么比那个行政院还老，对不错？答对了，对，它是日治时代的台北州厅，有点类似像台北政府的意思，嘿。还有2个名额，其实很容易啊。刚刚他已经帮你讲了，宜化街啊。加油！好，霞海城隍庙。哦，对不错，答错喽。没有，霞海城隍庙不算哦。霞海城隍庙它是市定古迹，没有列为是国定古迹。我只觉得大家都要在霞海城隍庙，尤其那个戏要上演的时候，艺人都要在那边拜拜嘛，手印啊。对，是哦，那是拜那种演员的。不是，他会行脚到迪化街去啊，然后到城隍庙拜拜，做影片大卖啊。对啊，我没想到这么无情。没有啊，还是4000块捐出去算了，捐给孤儿院。没有，这我不想答题啦。接下来，周瑜卢主播来举全国茶，来，请出题。台湾法定的传染疾病中，请问有哪10种是常见于幼儿的传染病？请抢先，你不能再抢。按下去才发现被骗到。来，请抢答。骗了，消掉。抢答。好，请抢答。来，小可。肠病毒。啊，肠病毒。最近很流行。
哎，对，来加2000，志佳，旅游行性感冒，流感，对或错？答对。好，加2000。COVID-19，没有了，钱抢完。抢完了，没了，我这么巧啊2000个。他说好险我讲到，因为我讲到，因为你只有2个名，但是他，你刚刚说什么 ？COVID-19 对吗？不算是幼儿，不是，COVID-19 对吗？不是幼儿，我想给你机会都打错，没关系，不要小看他，说不定在后面他会逆转哦。没错，虽然是不太可能，但还有机会。这样节目才精彩，故意的。这题我们就不要浪费解释，因为你将来可以用嘛，哈。那2条，我讲，谢谢你啊，这个。好，那我们把奖金宣布一下。好，如芝跟雷星呢，目前是1万，那洪哲8000，小可14000，陈医师16000，智商师是2000。进行下一回合，赢者全拿。赢者全拿，我们乡里请讲。这回合呢，同时作答 A、B 2个选项，答对的话累计奖金1个人代表1000块，答错的话这一轮淘汰。每一轮最后剩下的那一位可以把所有的钱灌进自己的账户里。是第一轮第一题，请出题。根据研究发现，父母如果压力过大，容易导致小朋友出现什么现象 ？A. 变得比较胖 ，B. 变得更过动。请作答 ，A 或 B。哎呦，只有世家选 A 哦，变得比较胖。因为其实现在的父母很常会说，我压力很大，所以我吃东西。对，那小孩子看爸妈吃东西，他们应该也会跟着吃，有样学样。对，有样学样，所以他们变得更胖。而且如果说在意父母，如果真有压力吃，人性可能就是这样。对，你的意思是这样，对小孩子更纯真嘛。如之。对，因为这个好像也有看过类似的报道，就是因为如果父母的情绪不稳定，然后你就会常常在这种就是很高压的状态底下，小朋友就会感受，当他感受的时候，他没办法发泄，他就会开始啊这样子，会比较对。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变得比较胖。其实呢，它跟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影响哦。加拿大有个最新研究发现，如果父母压力很大的话，小孩子很容易会变胖。原因是在于父母遇到压力的时候，身体自己也会开始不太照顾，乱吃，或是家事也没有好好做，自己活动量也会减少。那小孩子跟着他的时候呢，小孩子压力很大，那也跟父母有样学样。导致他也比较少运动，也比较吃更多，那整个也当然会越来越胖啦。你如果是喜欢运动的爸爸妈妈，会带小孩子出去，就讲难听点，遛狗跟遛小孩是一样的。来，你只加1000，才1000啊，因为你只1个人答对嘛，而且4个都阵亡，这一轮游戏结束了，1000块请入世家的账户。不无小补，你现在还是冠军啊？对啊。17000。好，灯通通灭掉，进行第2轮的第一题，请出题。俗话，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最早是比喻做什么事很辛苦。A. 读书 B. 耕作。请作答。请作答。自己再答错就有点怪了。请作答，请作答。耕作。我也，来，你解释给我听，为什么是耕作？因为在以前那个年代，读书是没有那么好的啊。对。可是不是他说不是每个人有环境念书啦。他讲的意思是这样。不是，以前那个年代怎么样？耕作是一个很重要的生产力的来源。对，因为家里需要的男生来耕作嘛，对啊。耕作很苦嘛。苦啊。所以你要吃得了苦，你才能够去耕作，家里才有钱。我觉得读书不会很苦啊。对啊，读书不是一件苦差。很苦哎。读书不是一件苦差事啊。对啊。你是可以方为人上人，你不会变成很会耕田叫人上人嘛？你听懂意思吗？你讲的是另外一个意思，说他是苦中苦这一块，然后行长 care 的是人上人。对啊，那你耕田
跟点怎么成为人上人？我看重的是吃苦，你看重的是成功。哎，念书也很苦哎，念书很苦，念书很苦。我刚刚讲悬梁刺股，每天苦，对啦，寒窗苦读哎。以前的对啊，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读书，其实这个俗语呢是出自于《警世通言》里面一个短篇小说，它的原文其实是不受苦中苦，难为人上人。小说里面啊有一个人，他非常努力读书，后来他中举人之后做官，变成大户人家，他就把这个不受苦中苦，难为人上人这个做成对联，贴在自己家大门上，勉励后代子孙要努力读书。好，还有小可，还留恋不走，要做这个，对啊，没有椅子哎，要这样做，这个就是那个是3桶，那3桶。这处女座比较苦中苦啊，比较不会有痔疮的。这根本真是你可以吗？是哪里找来的？对啊，怕你们有隐性痔疮，所以留个洞。苦中苦。我以为垫子没装哎。来加2千，加油，因为我们2个要选。哎，你们加油哦！这一生要进行，你们2个人要做这个不舒服哦。帮我们还蛮省钱的啊。这样题请出题。Sandra 写给呱呱的信中，结尾问候语写了“敬请金安”。请问呱呱可能是 Sandra 的谁 ？A. 外公 B. 老师。请作答。请作答。我觉得请作答。这还用想吗？我一定是他外公嘛。这他怎么会老师？正确答案是。外公在书写信件的结尾敬词中呢，如果你是对祖父母啊，还有父母会用到敬请福安或是敬请金安，师长的话是敬请道安。道安不是 Sandra 写给，应该是 Emma 写给我的。Emma 因为我是他外公嘛，对不对？好，加2千。Emma 会这样写，字都写不齐啊，请加2千。现在年轻人哪在写字？那下面题请出题。5、6月梅雨季又到来了，请问这个雨季为什么会叫做梅雨 ？A. 这时间梅子成熟 ；B. 下雨容易发霉。请作答。请作答。请作答。你选。好，为什么叫梅雨？梅雨，顾名思义，来陈思佳。因为我看他写那个字就梅子的梅啊，对啊，我本来心里想着说5月英文的念法就是梅，对不对？所以应该是梅雨。太 international 了。就像那个客家人5月油桐花，也是5、6月的嘛，所以叫油桐花季。梅雨当然是梅子季节，怎么会发霉？发霉8、9月、10月也会下雨啊。要发霉，什么时候都能发霉。发霉，有水就会发霉啊，这个还用啊？还下雨容易发霉，就这么简单的答案。真的吗？该不会答是 B 吧？怎么可能是 B？ 那 B 我把桌子吞下去了。这段不会剪掉哦，你就要吞的顺口一点哦。吞桌子是不是比较难？吞那个椅子还有。还是铁的呢。我可以一根一根拆来吃。好，讲完很大。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这个时间梅子成熟，行长恭喜，不用吞桌子啦。其实文章指出，梅雨呢是东亚地区独特的天气的现象，在大陆江南梅子成熟的时候，总是会下好几个礼拜间歇性的对流雨，而且有时候太阳，有时候下雨，非常不稳定。那因为呢，这样天气发生在黄梅成熟时，所以才称于梅雨。下题再答对0.8，其实一人分4000了哈。是的。来，下面你请出题。现今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被用在情人之间的爱情，但其实原意是用在什么地方 ？A. 战士之间的约定 ；B. 亲子之间的亲情。请作答。已经有分胜负了啊！你们写亲子之间的亲情吗？我印象中好像是兄弟之间呢。算亲子啊，是这样，因为亲子很难一起到老吧？对啊，我们好歹比小孩大了20、30岁，我们老的他们都还没老。正确答案是
战士之间的约定哦。其实呢，这是源于《诗经》里面的击鼓篇，不是爱情诗哦，是描绘了战士们在上战场之前。比方说你是我兄弟，我们先说好，互相保护，我们一定要一起赴沙场，生死都要在一起，同甘共苦这样的 bro， 同名状，没错，这样的感觉。同年同日生，对，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抢强抢娘抢女人。好，来，但是呢，描写呢，因为啊，以前他们在国外啊，不在国外啦，在战场上呢。打仗打到一个很多年不能回家，那旁边人就是你最亲密的伙伴。那渴望说我们大家一起打赢这场战之后回去跟亲人团聚。那其实这个子呢，在周朝的时代呢，代表是男子或是有地位的人，不是代表女子，所以不是爱情诗。很多电影啊，他们同胞里面要出任务会回家，那就大嫂你好了，大嫂就会讲说，我先生希望跟你在一起，以后要多照顾他。真的，因为他只是今天晚上跟妻子在一起。出去征战就3年2年的，不互相照顾，谁照顾你先生？所以用在这里的时候也不是不对啊。对，携子之手就是其实牵你老婆的手，一直到老。对，但是在国外的话，他们会有一句话是 "Leave no man behind"， 一个都不留下。就是说上战场，我们一定要一起回来。对，所以他们在战场上有人受伤，还是会把他 carry。你看他战争受伤，他们会先救同袍啊，对，不会放让他流血到死啊。对。像我会一直躲着，看有人受伤我就去。别说了，我们不要说出来了，还吐别人的血在自己身上。你不是当兵的料吧？别了。陆战队的，抢娘抢女人。然后那个在战场的时候躲在旁边。来加1000，通通可以回来了。回来吧，好痛啊！7000块加入世家的账户，24000啊。进行第3轮了，最后一轮了，加油了！最后一轮来，请出题。去户外踏青需要涂抹防晒乳跟防蚊液时，正确的顺序是什么 ？A. 先涂防蚊液 ，B. 先涂防晒乳。请作答。先涂防晒乳。因为要防蚊子啊，如果防蚊液是先涂了以后，然后防晒乳就把它盖过去了，那蚊子就会来了。小可。对啊，防晒是防皮肤嘛，然后防蚊是喷在外面，对，所以最重要是那个防蚊的气味是要让蚊子闻到。对。正确的答案是 B， 先涂防晒乳。如果你应该想想看，防蚊液喷完马上就会发挥药效了，所以呢，你如果以后防蚊液放在最后，你前面要擦防晒乳，什么都先擦好，然后等它吸收完，然后再涂防蚊液是最好的哦。对，好，那加5000哦，这样才有输赢嘛。如果灌到别人，可能不一定世家会赢哦。来，下面题，请出题。从专业医学角度观察，下列哪个器官几乎毫无功用，在人类持续进化后可能会被淘汰 ？A. 男性的乳头 B. 女性的眉毛。怎么有这么怪的答案？为什么拿我们的乳头？你开玩笑？你刚才在不要淘汰我，没有功能吗？要么就得罪男生，要么就得罪女生。我觉得有功能，这样摸还蛮兴奋的。请作答。一定是女性的眉毛嘛，对不对？请作答。好。对呀，女性的眉毛有什么功能？男生还可以爽一下。对啊，我觉得多多少少他还是有一点点快乐的泉源吧。对啊，而且有时候男生穿这样出去，女生也会。对啊，性感哦。他虽然已经激进到退化到没有了，他就是远远看就几乎是2点，其实他没有什么，但是那女性眉毛能干嘛？美观而已，还能干嘛？对啊，它又不是猫剪的会很平衡。而且其实很多女人到后来，她们有些女性。他们会要求他们的妆是眉毛是裸妆感的，就是把眉毛盖掉。是嘛？对，所以其实我觉得相对起来，我希望我老公的乳头还留着，你愿意牺牲你的眉毛换他乳头？我现在问他们呢，要说实话，你
前你们两个没有，你是希望你希望你老公没有奶头？我觉得，因为他是说从医学角度观察，所以我觉得应该说医学角度，这个东西我们使用率高不高？奶头我们平常不会去搓它嘛，没事不会搓。可是眉毛会一直画一直摸，然后有些人还要秀眉什么。我们重视眉毛的程度远远大于重视男人乳头的程度，所以医学角度观察呢，眉毛比乳头。等一下，你摸眉毛会你摸这个医学。对，我是讨论啊，你没有什么角度？你看我双手已经在摸了，你看到吗？好了，拿出来。整集都这样。那我这样好了。哎，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男性的乳头。太夸张了吧！你不能接受，对不对？但我真不能接受。好，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男性乳头在人类无用器官中排名第一，因为它除了在房事、增加情趣外，完全没有任何用处哦。虽然它没有用，但是它有健康危害，也就是说，男性是有可能会得乳癌的。它的乳腺不会分泌乳汁，可是也有可能有乳腺癌。眉毛要留着啊，大家都把眉毛想成没关系，眉毛是因为如果你有汗或是有水的时候，它可以遮住，它不会流进眼睛。而且男性乳癌是比女性更严重啊，女性乳癌还有的救，男性乳癌几乎都没得救。因为男生不会摸不到。女生比较容易硬块，对，硬块。好，检查一下。只有我一个人，所以你们都觉得乳头不重要。你老公一定很开心，对，要重视。同意啊。屁股还砍着一个方块，哎，好痛啊！你回去把被那乳头切掉了。从现在全世界男人的乳头是我帮你们凹回去。没有，他想要留乳头，我想要留乳头，哎，加一千，哎，加4千，9千了。来，下面题，请出题。美国研究发现，父母跟孩子吵架时，若能持续讲理，有助于孩子如何 ？A. 乐观进取 B. 独立思考。请作答。请作答。这个好了。恰如之选择 A， 只有你一个人选择 A。来，请讲乐观进取。对不起，是我选的。因为我觉得讲道理的时候，可能大部分都是爸妈在讲，小孩可能也没办法真的思考什么。但是如果你在吵架的时候，我们其实是用好好说，因为有时候大人在吵架，就是可能就是在发泄情绪，可是他反而是用讲道理的。我觉得孩子可能会觉得说，哎，当我们有情绪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解决现在的问题，可能就不用吵架，反而久而久之会更乐观。我的想法是这样子。但是老师不是选 A。讲道理、处理道理的区域是我们的前额叶，就是 prefrontal 的部分。那独立思考也刚好是这一个地方，所以从脑科学来讲的话，我觉得比较像是独立思考。好高级的回答哦！真的。雪茹呢？+1，认同+1。正确答案是 B， 独立思考。这么说好了，亲子的关系就像你的孩子以后要出去跟同伴会怎么相处，你们亲子相处是这样的关系的练习场。如果你跟孩子意见不合的时候，你每次都说你就是听我的就对了，我一定为你好。那如果小孩子什么都照单全收的话，代表他以后出社会上是一个比较畏畏缩缩的人，也不敢为自己表态的人。对，没有办法自己决定。所以如果你能持续跟他讲理的话，让小孩子也可以反馈他一点的感觉的话，两边可以好好的沟通。这样的孩子呢，在外的时候也比较不容易受到大家的一些同侪压力，比方说你给我嗑药，你给我喝酒，也比较不会被影响，因为他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对，不会说人家讲什么你就做什么。对，好奇心很严重。来，请到旁边休息一下。哎，我们可以留一个人吗？我们一个人走。来，请加3000，12000。应该是蛮痛。下面题，请出题。现代人喜欢把水果打成果汁来喝，请问哪种饮用果汁的方式对身体比较好 ？A. 直接饮用原汁 B. 加水稀释。请作答。请作答。请作答。好，这家想半天是直接饮用原汁不加水，对不对？对，因为我在想说加水稀释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有些水果太酸，加水稀释太甜呐。
喝太甜。加水稀释是因为它的成本会降低啊。对，它因为直接饮用，我是觉得说，那你吃水果就是原汁的嘛，你直接饮用不就好了吗？比如呢？因为我们在带小孩的时候，医生都会建议我们果汁不要直接给小孩饮用，要加水稀释，因为怕太甜。太甜。正确答案是。第一要加水稀释哦。虽然喝果汁是件好事，但是维他命 C 会随着时间放久氧化，而且果酸呢，如果果酸不代表它就是维他命 C 丰富，两个不是等式的，所以喝起来越酸的果汁很容易会腐蚀你的食道，胃壁胃酸逆流这样的状况，所以适当的加水稀释可以喝到维他命 C 跟其他营养，也可以减低果酸对于消化道的刺激。来，你先休息。表示他奖金不会往前推了嘛？不会了。那这个1万2要加到什么？1000加2000。上面账面有1万4，加到王洪哲身上呢，他又不到2万4。加到陈雪茹啊，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变成2000。但除非你们一直加啊，继续加油。但是3题完成一样，也是奖金均分的。答错也就归零了。来，请出题。在现代养大一个小孩大约要花600万，请问历史记载中，中国历代哪位君王拥有最多小孩 ？A. 宋徽宗 B. 清康熙。请作答。通通选康熙。康熙几个小孩？不知道，但是记得之前看历史剧好像有演，然后在那边抢皇位，雍正嘛，对不对？然后还有那个，对，康熙，雍正是康熙小孩。对，然后那时候有经历一场腥风血雨。洪哲好像是康熙，因为康熙、雍正、乾隆3个是一个盛世，所以盛世的时候应该要生很多。他的意思是保暖思淫欲。康熙是真的是很强盛的王朝，宋徽宗比较没有听过。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宋徽宗。其实呢，清康熙帝啊，大家都知道他儿女众多嘛，他总共35个儿子，20个女儿，总共55个子女。不过，其实历史上子女最多的皇帝是宋徽宗，他有38个儿子，42个女儿，他总共有80个儿子。是几个老婆啊？厉害呀！老 C 啦。哇，好，那奖金就归零，通通请回来。归零。这个就默默回去了，1万4。那我们来请乡里好好宣布这一轮3轮结束后的奖金呢？好，如芝呢跟雷星是1万，洪哲8000，小可1万4，陈医师2万4，陈志阳是2000。陈世佳医师是我们今天的冠军，进入最终战 Battle ATM。来，恭喜我们世驾到，来2万4000块，来，钟医师，请插卡提款啊！打开我们金库，里面有很多的现金，有2万4是你的，但首先要通过我们的密码提示。2个密码分别是总笔画33画的医者父母心，或是总笔画48画的独创中医瘦身。医者父母心啊，惠我良多啊，华佗在世啊，华佗在世，对。救命恩人，治病由亲，也可以，治病由亲，治病攻心啊。那你看独创中医瘦身呢，独树一格，穴位埋线，自创门派，穴位埋线，穴位埋线，穴位埋线，哎，现在收益要埋线吗？成语对吧？穴位埋线叫成语吗？不是成语，对啊，立竿见影哦，立竿见影就马上瘦身就有对，马上有效。你要选择哪一题？因为每次我都败在中医专业的题目，所以在哪里跌倒就不要再往那里去。不是从哪里爬起来啊？不要再爬起来。我选医者父母心。好，请锁住医者父母心33画。那看独创中医瘦身48画是哪4个字呢？请看。独树一帜啊，可惜耶，这个写得出来哎。啊，字我可能会写不出来。你说那个经部？对，最后那一个。记住程式，先清除、消除、清除、写字、写密码。好不好？没问题。医者父母心，请出题。悲天悯人。那太简单，计时开始。哇，这根本送钱呢。对。不过他2万8嘛，哈。对。这还蛮漂亮的。天。
个海慧明错得了吗？明有挑战。厉害，很可以吧？太简单了吧？来，确定。总共花多少时间？29秒。来，请密码。密码12041502。对或错？来，恭喜！耶！用不到30秒哎，太强了！厉害！来！哦，你看数钱出来了，恭喜！28000哎，哇！恭喜！选的题目对了哈，太简单了。2万4啊，对，2万4，很可以。有时候你想半天，我就想不出这个字，刚刚在犹豫你怎么写。不然你本来想写，就是觉得这是中间那个到底是虫还是文？对，这笔画也对，而且文部其实也不好写。是啊，来看正确答案呢，跟你写的一模一样，12041502，恭喜2万4，耶，谢谢，恭喜师，恭喜。哦，你还有没有想到独树一帜啊？对，好险。那个字你就算会写，那算笔画会算到昏倒，乱掉啊。对，常常有人写的字在那边，他笔画错，他并不知道啊。真的。对，这个很难算的。对，你写的这个悲天悯人，会选啊。重点在那悯啊。对，悯。对啊，有慈悲心，就像龙山寺一样，观世音妈祖一样。观世音妈祖。对，一样。好，谢谢所有嘉宾来到我们现场。晚上8点，拜托 ATM 把智慧变现。谢谢大家。谢谢。Battle ATM, who dares to battle？ 哦，拜托 ATM， 谁敢来 battle？ 订阅拜托 ATM 的 YouTube 频道，等你来 battle。